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身心健康的女人往往都有这7大习惯，简单易学。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有健康不代表就有全世界，但没了健康，可能就啥也没了。健康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对生命坚持要守住的。一个身体好的女生，哪怕只有一点点天分，她能做到的事情，可能都比一个有10成天分但身体不好的女生还多。我们真的得有个健康强壮的身体，因为健康是幸福女人最重要的本钱。一匹具有千里马之才的良驹，若饮食不周，体力不济，竞技时便难以夺冠。若你血液中缺少激情的燃烧，体内缺乏活力的储备，在人生竞技场上一经挫败便会败北。一位胸怀大志、自信满满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位能够应对各种挑战、抵挡任何风雨的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女性。健康体魄与事业成功之间的关联极其密切。每个人的能力，每种精神功能的充分发挥，都依赖于旺盛的体力。体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勇气与自信，而勇气与自信是实现伟大事业的必要条件。若想在一生中取得成就，最关键的是每天都以一副强壮、精力充沛的身体去迎接挑战。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身体跟心灵是紧密相连的，就算心中有再多的豪情壮志，若缺乏足够的力量去实现，这无疑是人生中最悲哀的一件事。一个女人要是失去了健康，生命就会变得暗淡无光，让人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跟热情。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种健全的心灵，并且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健康对女性个体跟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又有谁能计算得出来呢？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有才华、有知识、有天赋的女性，往往因为健康问题而被绑住了脚步。许多女性过得不快乐，因为她们知道在事业上只能发挥出一小部分的力量，而大部分的力量都因为身体不好而无法施展。这样一来，她们对自己、对世界都变得消极起来。人生最大的失望，莫过于理想无法实现。她们觉得自己有强大的心灵力量，但却缺乏足够的体力作为支撑。就算心中有再多的豪情壮志，却因为体力不足而无法实现，这无疑是人间最悲哀的一件事。许多人之所以忍受着理想未尽的痛苦，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身心健康是事业成功的基石，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前提。一个只知道工作，却很少休息、没有娱乐的人，他的动作一定不会像一个懂得休息、有娱乐头脑的人那样自然有力。适时的变换工作环境，不论是对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大有裨益的。单调是生活的最大杀手。有个大公司的女经理，每天在办公室只工作几个小时，她经常出门旅行、休息。她深知，只有保持身心健康，才能在事业上达到顶峰。因为这样，她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她不在办公室时，一进办公室就能立刻精力充沛地处理事务。因为她身心健康，所以办事特别敏捷有力。她3小时的工作成果，胜过别人8、9个小时，甚至连夜工作的结果。一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能够抵御各种疾病，度过各种难关。相反，一个平时就把气力耗尽、活力用尽的人，却经不起一点的打击。只工作而不娱乐，让杰克变成了个笨孩子。这句话最准确地表达了工作与娱乐的关系。人们天生就有强烈的娱乐本能，这是事实。
这句话也表明，娱乐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现在许多老板都习惯强迫员工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这说明他们还不懂得娱乐能让身心变得更健康，能提高工作效率的道理。多数人的生活都在糟蹋身体跟医治身体之间循环，结果就是胃口不好、精力衰退、神经衰弱、失眠、情绪低落。不健康的身体，衰弱的心灵，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悲剧，破坏了多少家庭。2. 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想要一个无瑕的身体，那就请留意你的想法；如果你想让身体焕然一新，那就请美化你的想法吧。邪恶、嫉妒、失望、沮丧这些念头会剥夺身体的健康与优雅。人的身体健康与思想健康是统一的，任何影响思想健康的因素都会波及身体健康。反过来，任何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也会波及思想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合称为身心的道理。从根本上讲，人的身心与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这就是天人合一。要保持身心健康，得先了解自然运行的规律，并与之和谐共处，千万不可对抗或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就像日、月、星、辰一样，都有自身的运行节奏，从出生、成长、成熟到衰老，无一例外。人类是会思考的动物，这种思考能力让你能够改变周遭环境。思想比身体更高一层，身体则是思想的载体，执行思想的指令。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就得先有健康的思想。身体是思想的奴仆，服从思想的指挥。无论这些想法是有意选择，还是无意流露，罪恶思想的压力总会让身体迅速走向衰败。而美好愉快的思想，则会让身体沐浴在青春与美丽之中。有缺陷的思想，也会通过有病的身体表现出来。众所周知，恐怖的想法杀人的速度不亚于一颗子弹。事实上，这些想法一直在不停地吞噬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那些对疾病充满恐惧的人，心理上已经有病了。焦虑会迅速削弱身体的抵抗力，让身体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不纯净的思想会伤害神经系统，即使这些想法并未付诸实践。坚强、纯净、快乐的思想会让身体充满活力与魅力。身体是一种精致可塑性极强的器具，会迅速对思想做出反应。已经养成的习惯性思想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好是坏，要看思想是否健康。心怀不净思想的人，体内就像流着不纯的、有毒的血液。心灵的纯净会带来纯净的生活和纯净的身体，污浊的心灵则会带来污浊的生活和腐败的身体。思想是行动和生活表现的源泉。如果源头是干净纯净的，那么一切也都会是干净纯净的。我认识一个年过90的老妪，她拥有如少女般的清新纯净面容。我也见过一个尚未步入中年却满脸风霜的男子，一个是因为他甜美灿烂的个性，另一个则是因长期的狂热与不满足所致。在老者的脸上有慈爱留下的皱纹，也有坚强纯真的思想留下的痕迹，当然也有些皱纹是狂热所刻划的，这些都能被人一眼看出。对那些过着正直生活的人而言，即使年岁已高，也如同温柔宁静的夕阳，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最近我曾见过一位即将离世的哲学家，他全身上下丝毫没有老态，面容安谧平静。没有任何医师能像愉悦的思想一样驱散身体的病痛，也没有任何安慰者能像美好的祈祷与真实的幸福一样赶走悲伤与痛苦的阴霾。长期的怨世嫉俗
怀疑与嫉妒，就如同将自己囚禁在自己筑起的牢笼中。但若能以善意的思考，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一切，耐心地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这样无私的思想，正是通往天堂的门户。心中怀有平和的思想，对待一切事物，最终将为你带来永恒的安宁。许多身体有缺陷的人，他们或不能动，或不能听、说、看，但思想的力量却能让他们过着充满创造力的生活。海伦·凯勒、大音乐家贝多芬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在克服了自身身体机能的绝望后，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展现了思想的强大力量。对大多数人而言，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健全的精神，只有身心健康，才会有充沛的精力去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若想成功，你定要留意保持身心健康。3. 锻炼让人充满活力。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但这并不代表我忽视了锻炼。锻炼能让你比昨天更健康、更快乐。它能强化你的体能，让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更能让你拥有更坚韧的精神。锻炼就像是让人获得新生的魔法。当你完成一次有成效的运动后，通常不只会觉得身体舒畅、心情愉悦，对工作和生活的自信也会倍增。锻炼并非盲从的参加运动，而是得要有2/5的努力汗水，加上7/5的坚定决心。换句话说，就是1分体能的付出，加上3分的心灵自制。凡事起头难，但只要开始，就会习以为常，习惯之后，做起来自然心情大好。锻炼能让你比昨天更健康、更快乐，强化体能，疏解神经紧张，并让精神更加坚韧。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规律运动，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让你拥有更强的信心。锻炼身体是对时间的巧妙运用，也是一种明智的投资。锻炼是预备应对人生种种挑战的积极有效方法，它能让你在关键时刻拥有必备的素质和机智的应变能力。丽娜曾每天感觉乏力，健康状况极差，晚睡早起，鲜少运动。直到有一天，朋友对她说：“你该试试早起并运动。”她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从此每天早起运动，人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变得精力充沛，同事和上司都惊叹不已。工作变得异常顺利，过去需要8-9个小时的工作，现在2-3个小时就能完成。这时，她才深切体会到，这一切变化都是健康带给她的。她终于懂得了健康的力量。坚持锻炼是开启机遇和成功之门的神奇钥匙。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潜藏着非凡的力量，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正是释放这股力量的扳机。4. 适时给你的充电。女性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的精力不济时，健康和好脾气就可能会被负面情绪压倒，就好像蓄电池电量耗尽，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一样。这时，你就得该给自己的蓄电池充电了。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想来不用多说，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运动得讲究科学。不科学的运动，不只对健康无益，还可能伤害健康，甚至留下终身的遗憾。那该怎么解决精力不足的问题呢？当然是给你的蓄电池充电了。怎么充呢？放松、运动、休息和睡眠。下面这些方面可以帮你判断你的精力状态。当你感觉到你的精力在慢慢下滑时，就可以用它们来对照看看。而且，你的电池需不需要再充电，也看你是不是有这些行为和感觉：异常嗜睡、异常疲劳、反应迟钝、态度不友善、爱猜忌、容易发脾气、爱辱骂他人、对人有敌意、容易受到刺激、爱挖苦人、吝啬、神经质、容易激动、歇斯底里、容易烦恼、恐惧、
嫉妒，性情急躁，残酷无情，过分自私，遇到挫折容易沮丧，情绪化。当你觉得疲劳时，情绪、想法和行为就会偏向负面；当你休息充足，身体健康时，这些又会转为正向。疲劳往往会在你心里种下最糟糕的东西。当你的电池充满电，活动力恢复到正常水平时，你就达到理想的状态了。这时，也就是你用正面的心态去思考和行动的时候了。5. 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健康漂亮的身体得靠好的饮食习惯、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运动来调养。影响女生健康的因素，通过吃对食物都能改善。现代女生既要顾家庭，又要拼事业，要是不懂得疼惜自己，好好吃饭，那很快就会变成黄脸婆了。女生要知道，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就看现在怎么对待身体。所以，从现在开始，要真心尊重、善待身体，给它满满的关爱和呵护。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很多职业女性压力大，忙得团团转，都忘了要吃的营养，结果营养不足，身体就出问题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真心尊重并善待自己的身体。我们都知道，健康漂亮的身体得靠好的饮食习惯、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运动来调养，但又有几个人真的去做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养成好习惯，留意那些看似小事却可能影响一生健康和美丽的地方。那么，平时吃东西要注意什么呢？首先，要少吃脂肪。一般来说，要控制总热量，少吃油炸食物，免得变胖。脂肪摄入量占总热能的20%至25%就好。吃太多脂肪，容易累，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维生素要吃够。维生素本身不提供热量，但对生理功能很重要，特别是维生素 B、维生素 B 这些和大脑、神经有关的。糙米、全麦里维生素比较多，所以主食别太精细。还有抗氧化营养素，比如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新鲜蔬果里特别多。白领女性工作忙，容易忽略维生素，可以适量吃点维生素补充剂。矿物质也不能少。女生在生理期会失血，还会流失很多铁、钙、锌，所以生理期后要多吃钙、镁、锌、铁，比如多喝牛奶、豆浆，可以提高脑力工作效率。要补充氨基酸。职业女性用脑多，所以营养脑神经的氨基酸要吃够。脑组织里游离氨基酸最多的是谷氨酸，其次是天门冬氨酸。豆类、芝麻里这些氨基酸比较多，要适当多吃。营养要均衡。大脑和身体正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吃进去的食物。营养不均衡可能会让职业女生生病，还会影响大脑工作能力。所以要注意营养和膳食平衡，别抽烟、喝酒，多锻炼，让自己有充足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去工作，更好地享受生活。另外，女人不同年纪真的得补不一样的营养，在不同岁数加强某些营养，可以增强体力，提升生育质量，强化身体免疫力，或是缓解更年期症状等等。所以啦，想要身体健康，就要根据自己的营养目标来调整饮食。你心里可能已经想过好多次的计划，但里面有包括你的健康计划吗？不管过什么样的人生，都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支撑，所以不妨参考营养师为女生设计的这份10年营养计划。30到40岁，对很多人来说，30岁该是生小孩的年纪了，这时候得为孕育一个新生命做好准备，也得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我们建议的饮食目标是增加叶酸的摄取量，
每天400微克。叶酸可以防止生育方面的问题，像是输卵管失调可能会导致婴儿大脑和脊椎发育不良。叶酸主要来源于杏仁、黑豆、巴西坚果、豆腐、洋姜和香蕉。另外，也得增加钙的摄取量，每天至少800毫克。这个年纪骨密度会开始下降，现在开始补钙，以后就不容易骨质疏松了。钙主要来源于低脂乳制品。40岁以上，更年期通常发生在48到52岁，但有些症状，比如潮热、阴道干燥等等，可能会更早出现。要减轻这些不适，你的饮食目标应该是少喝点咖啡。有研究显示，咖啡会引起潮热，因为它会让血管扩张。还要确保饮食中有足够的异黄酮和硼。雌激素水平下降会让人不舒服，而这些物质可以发挥类似雌激素的作用。每天摄取30到50毫克的植物异黄酮，比如豆腐和豆奶里面就有。还有吃富含硼的食物，比如苹果、甜豌豆和葡萄，可以防止雌激素水平降低。我们通过补充不同种类的营养，不只可以调节生理机能，保持身体健康，还可以让外表更美。另外，女生如果想要皮肤光滑细致又有光泽，均衡饮食真的是不能忽视。合理的日常饮食就是最好的美容护肤品，可以让你容光绽放，青春永驻。有研究显示，影响女生健康的一些因素，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来解决。所以啊，女生在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的同时，也要多爱护自己一点，吃出健康，吃出美丽。6. 标准美并不值得羡慕，不必去苛求。每个时代都在追求美，只是美的标准各不相同。无论是苗条或是丰腴，都是美的展现。女性们大可不必过于执着，该学会欣然接受自己的体态。在当今社会，肥胖总是受到种种歧视。换句话说，苗条已被视为正面的社会象征，而肥胖则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不止如此，苗条不仅象征着经济成功，更被赋予了道德意涵，让肥胖变得逊色许多，成了顽固低俗的象征。可惜的是，无论是富有而瘦，或是瘦即是美，结果让每个人都得终生节食，与磅秤进行无休止的对决。节食无异于一种自我虐待的节制，更造就了一种异常的自怜心态。节食等于否定了身体的自然需求，长期忍受饥饿，不敢饱足，结果只会导致饮食失调。厌食与暴食一样，都是种疾病。我们实在无需将磅秤上的数字当作人生的成就指标。对肉体的控制，并不等于对生活的掌控。若要以瘦弱的形象来接受自己，展现自己，无异于将人生的方向走错了。想要出类拔萃，并不一定要节食。相比之下，男性对体重的态度就显得理性多了。男性的自尊建立在健康之上，而女性则着重在吸引力。换句话说，女性仍需依靠男性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因为深信苗条为美，肥胖为逊的信念，让不少女性失去了自信。结果，她们选择节食、吃药、灌肠，甚至采用罗马人的催吐法。每个女人都在追求苗条。在美国，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死亡率最高，而这些患者全为女性。若非对苗条的崇拜超过对健康的崇拜，不会有人选择有害健康的方式来减肥。又因为将节食与体重视为自制力的表现，有些人甚至强迫子女节食来作为自己成功的延伸。每个时代都在追求美，只是美的标准各不相同。然而，历史上以丰腴为美的时代，远远超过以苗条为美的时代。无论是苗条或是丰腴，都是美的形式，
作为女性，大可不必过于偏执，该学会欣然接受自己的体态，标准美并不值得羡慕，更无需苛求自己。7. 在娱乐中休息。幸福的女人一定会爽快享受人生，全心放松自己，也一定会玩出好心情。许多女性为了事业的成功，只会埋头苦干，从未体验过人类文明与高科技带来的娱乐。这样的女人并非真正的成功者。连居里夫人这样的伟人都将娱乐视为成功的要素之一。那些终年困在家中的家庭主妇，为家务与琐事烦恼，她们急需到大自然中透透气。这些女性时间久了，便会像枯萎的花草，急需田野与森林来滋养她们的心灵。聪明自信的女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娱乐与休息的时间，这样她们就能带着清晰的头脑、迷人的气质、饱满的精神与新的希望，宛若新生，不再疲劳厌倦，而是充满愉悦与快乐。花费一些时间，能让你重获精力，增加应对问题的能量，让你对生命、工作与事业有新的认识与愉快的感觉，这才是成功的人生目标。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现代女性更该善待自己。成功的女性也要懂得爽快享受人生，全心放松自己。当今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一定能让你玩出好心情。健身或许不算一般的娱乐，但对工作繁忙的白领女性来说，健身已成为她们最乐意参加的活动。她们在这里流汗，疏解压力，在节奏感的动作中忘却烦恼与疲倦。她们不仅收获了美丽的容颜，更有一份身体是革命本钱的自信与从容。每周三下午下班后，朱涛都会和同事们到首都体育馆包几块羽毛球场，痛快打上2个小时。以前他一早起来就头晕目眩，不喝杯浓咖啡就无法清醒。现在他每天都头脱清晰，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虽然他常与客户、同行、朋友们外出吃饭、唱歌，但这些活动往往带有商业目的，无法真正放松。打球是他认为最好的选择，与同事们一起全身放松，这是最彻底的休闲娱乐。对许多忙于工作与应酬的女人来说，休闲的意义就在于此。新世纪女性的休闲不是放纵，不是盲目玩乐，而是希望在休闲中有所收获。不仅是打球、游泳馆、健身房、射宾俱乐部等，凡是与锻炼身体有关的场所，都能吸引许多职业女性。她们在劳累一天后，换上时尚的运动服去健康消费，因为她们太需要让全身的骨节都放松一下了。聊天也是一种特别的休闲方式。中年女性是家庭与事业中最忙碌的一群人，但她们再忙也不会放弃每月一次的同学聚会。这样的聚会让她们畅所欲言，疏解压力，找回自信的自己。李华是某进出口公司的职员，他与读研时的同学们每月都会聚会一次，由各位女同学轮流做东。他们交流工作心得，畅谈社会与家庭的变化，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成功女性平时工作、生活、学习都紧张，她们需要一种轻松的休闲活动。因此，许多成功女性选择了聚会的形式，有老同学聚会、老同事聚会等。她们不拘形式，只希望能通过聚会来放松自己，同时交流信息，加深了解，增进友谊。今天，女人的快乐生活由你自己打造。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